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你的好朋友好几个晚上没有睡觉的宝妈已上线。看我的黑眼圈，最近真的是势不可挡，而且就是因为晚上没法睡整觉嘛。查理现在2个半月。那个毛孔最近粗大的不行，然后我记得我之前刚怀孕的时候跟你们说啊，怀孕前3个月这个荷尔蒙的问题，所以说大家的毛孔啊、皮肤啊什么都会看得很不好。我现在真的很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，你不要太矫情了，现在才叫皮肤状况不好。不管怎么样，好久没跟大家见，也不能一上来就抱怨这个睡眠的问题。反正最近小宝宝的睡眠有在慢慢的变好吧，很感谢之前给我留言的大家跟我说用那个 baby swaddle 那个东西就把它包住那个东西，所以查理晚上睡得还不错。昨天晚上最长的一觉睡了4个小时，我已经就非常谢天谢地了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当然不是聊我的睡眠问题只是事先想跟大家讲一讲，所以等会视频里如果你们听到我在说话的时候，然后眼睛发直，是因为突然间有点困了。那今天呢，想跟大家聊的是一个很开心的开箱的主题还挺重的。满满的一箱哦，这箱东西呢是我当时在月子的时候就定了的。我当时月子真的是不能出门，然后比较抑郁什么的，治疗抑郁的好办法就是网购嘛，因为不能出门，所以我当时就在月子的时候下单了。但是这个包裹来的特别慢，以至于到现在已经过了多久了 ？Charlie 已经两个半月了，对，已经过了2个半月，他才刚刚到吧，可能2个月左右。因为有一些东西它是从韩国或者日本直接发货过来的，那这个网站我就不多说了，反正过来没有打税。如果你们有兴趣想知道有什么可以就是买日韩货的东西，你可以在我的信息栏去看这个网站是什么。那我们就直接跳入到今天的开箱吧。之前我的视频分上和下的时候，一般都是在同一天录的，然后太长了才分成上和下。现在是因为我今天可能来不及把它录完，所以今天会先录上，就是开一半，然后下一次再开另外一半箱。也许明天我就会录剩下一半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这个开箱主题。哎呀，我的发际线呢？好，首先第一样，我从衣服开始说起，因为我想把我身上这件衣服换掉，上面已经全部都是奶渍了，喘口气。OK。最近在家里呢，因为有了宝宝以后嘛，他经常会吐奶啊，或者是需要拍嗝啊什么的，在家里是不可以穿你平时出去要穿的那种很华丽的衣服，搞不好他就会吐奶到你身上，所以又要去换，就挺麻烦的。那我就订了一些就是算是居家服吧，比较休闲、比较舒服一点的。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件 T 恤，它还是有点长，就是我订的是那种 size 比较大 ，oversize 一点。This is the flower called rose.Think a rose is the most beautiful flower. You are more than a rose. 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有含义，所以我一般穿这个衣服应该会穿一件外套，就是把它后面给盖住。这就是第一件衣服的样子，其实也没什么，就是一件很普通 T 恤，然后是这种蓝色的，哎，脖子看着好黑啊。我订了一个镜子，就每次录化妆视频的时候我都拿的是一个非常劣质、破破烂烂的，我从一个眼影盘上剪下来的一块镜子，一直在用，所以我想说，是时候给自己买一个正儿八经的真的镜子了。就这样子的一个上面写着 strawberry 的镜子，我想说以后可以画口红就是拿着镜子，屏幕上看起来也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哎，我的天呐，我看着真老。我现在拿着镜子看自己吧，我就觉得，这个毛孔真的好粗大。这把镜子呢，我记得好像是10块钱还是8块钱加币吧，就是很简单的镜子，涂口红还有眼影什么的就绰绰有余了。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方形的，这边还订了一顶帽子，看一下是什么样的哦。我天呐，已经被压得很扁了过来。之前也有订过，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帽子，然后它因为过来的途中嘛，就压得很扁，所以以至于后面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把它撑开，就没办法戴了。全黑的，然后上面写着 black， 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简单的没有什么花样的帽子吧，花样。我把它熬了一下，是不是有好一点点我希望它寄过来的时候呢，里面拜托能不能塞一个纸片，不要是这样子直接一个塑料袋过来，就很容易压坏它的形状。下面我从箱子里看到至少有3袋这么大的彩妆，有。这里有一件白色的 T 恤，这件 T 恤就是那种非常简单的，这样子的，上面写的什么 another 另外一个这件我觉得比刚刚看起来要干净一点，整个画面也看起来会好看一点，有没有？而且这件也很舒服硬挺一点，刚刚这个会软一点，拍奶拍嗝的时候穿就比较不太心疼的那种。这件其实是可以搭出去穿的。我们先开这一袋最大的彩妆好了，因为这一次我日妆和韩妆都有订一点点。那我们先拆这一包。那今天妆也是好多都没有画，其实我就画了一个眼影、眼线、粉底液腮红什么的，高光画了没有？
高光好像画了，对，腮红啊，还有阴影啊，什么都没有画。我想说，等一下如果碰到好用的或者想要尝试的，可以在镜头面前跟大家试一下。首先呢，这一块是 CanMake 他们家的一个腮红，哎呀，把它撕坏了，是这样子，超小一块的，有没有？我手是这么大，它里面的腮红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那种粉状的，而是膏状的。这个颜色是05号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手上脸试试看。这个粉色啊，05号不太适合黑的皮肤。像我现在就是因为熬夜的关系，皮肤已经看起来就比平时要黄一点，膏状的质地还挺好晕开的，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一个系列适合你的颜色也还不错，不比我之前试过的就是大牌的那种膏状腮红难用哎，啊，还挺好看的，而且其实蛮显色的，有没有？自带腮红那种。下面这个 Kiss Me 的睫毛膏就是一个回购，我今天的睫毛膏也是 Kiss Me 的，基本上就用的很快，因为会时常用，它又会很防水啊什么的，就是真的很好的一个平价的睫毛膏。下面有一支口红是韩国的一个牌子叫 Egg Lips， 从来没有试过，应该是我盲买的，里面是长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买的颜色是那种就是深秋的酒红色啊之类的这样子的颜色。然后因为我今天呢嘴唇涂得非常淡，也想试一试，我就直接涂在刚刚那个口红上面。我刚刚那个用的是 Dior 的那个08号。最近啊，我是那个口红困难户，因为作息的关系，就是嘴唇超干的，就是会爆皮，很可怕。还算显色吧，也是蛮好涂匀的。这样的一支颜色。包装的话，怎么讲？我没有看过这么简单的口红的一个包装吧，就是一个镜面的包装外壳。下面几支呢是 Pony Effect 的东西，都买的是他们家的口红哎，或者是唇釉之类的。因为我看网站上，在那个网站上评分还挺高的，因为他们几个都是一个系列的。你看在这边，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我乍一眼看上去最喜欢的颜色吧，感觉一下质地给大家看。这一支颜色是 Sheer Delight， 然后包装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它包装还蛮漂亮的。就有点像 Hourglass 他们有一系列那个口红吧。那我刚刚给大家说我最喜欢的颜色试色在这边哦，它是这样子的，很淡的一个唇釉类型的。那这一支颜色叫做 Be Agape， 这里这样子颜色稍微有一点带玫红啦。我还是试刚刚第一支这个颜色，在嘴上给大家看。啊，质地不错哎，很滑。然后我刚刚稍微的一抿，它就融到嘴上了，好像不怎么需要涂，就是涂得很匀，就稍微这样弄几下它就进去了，是那种淡淡的可以做咬唇妆类型的那种 lip tint， 对吧？看起来很温柔，难怪评分还蛮高的。还不错，这个我喜欢。颜色是 Delight 哦，不过它稍微有一点点染色。你看我现在用湿巾把它卸下来，稍微有一点点颜色残留在手上。因为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，我就先留在脸上。然后下面呢有2个是面膜，这个面膜我不知道是自己订的还是我买东西他送的。是 Skin Food 2个蜗牛面膜，说是可以让比较粗糙和毛孔粗大的皮肤看起来比较有气色。这几天真的超级需要面膜的。然后还有这个防干燥的很有名的那个日本的这2个面膜，我订了2个，准备给 Regina 1个，专门针对粗大毛孔的，也是我最近非常非常需要的。OK， 这个我晚上就要开始用起来。当年好像是我看到我朋友圈的一个代购在 po 吧，说这个面膜卖得很好，就是以至于它是在日本药妆店就可以买到嘛，以至于很多日本药妆店都已经断货了。然后看那个网上正好有，然后一直很想试这个面膜，这一次就下单了，有点后悔没有多买一点。就是大家看这个封面应该知道，它的名字好像叫 Kina Rice Mask， 在这里。现在太阳突然出来了，所以可能跟前面那个画面的颜色有点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个镜子，我怎么买了那么多镜子啊？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这是 I Am Mirror 的一个黑色的，就比较酷的一个镜子。我有印象我下单这个，但其实说实话，我刚刚不太有印象我下单了这一把。包装要好看一点，它有一个这样的盒子。I'm Mimi 这个牌子的，
还是 Mimi Box 之类的，我不太确定，就是韩妆这些品牌什么的。然后它这个镜子是我比较喜欢的 style， 有没有？很黑，然后上面写的是 I am mirror， 这个是滑面的，然后这个是磨砂的。我比较喜欢这个。好，等一下，今天如果有时间呢，我把刚刚这个 Pony Effects 的其他几个颜色也给大家试在嘴上看一看。现在这个颜色很好看，所以我有一点不想卸下来。下面这里有一支这个牌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念，就一直有看到这个牌子，但我不知道怎么念出来。APO， 这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遮瑕膏，今天脸上也有瑕疵，可以遮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！这一管遮瑕真的很大哎，比那个美宝莲的 Fit Me 的遮瑕膏，还有 NARS 的那一根遮瑕膏要粗很多。这边有一个斑，试试看哦。平时这种我会用美妆蛋去把它摁进去，因为美妆蛋在楼上就不给大家拿了它质地还不错哎，很湿，超级湿的。真的很湿润，因为我嘴角这边嘛，最近真的很干燥，其实它是有一点起皮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照相机里看不看得见。那我用上它也还好，还不错。然后这个是什么呀？探丽防口臭牙膏，我觉得最近也还蛮用得上的，因为熬夜嘛，你们懂的，口腔它就不太顺。那现在我正在用的牙膏还没有用完，我就先不拆了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是什么？一个 gift set， 这个应该是买东西要送的了。有一个爽肤水，有一个过夜可以敷的面膜，然后还有一个乳液，正好这3个就是小嘛，可以旅行的时候装进旅行箱里。我讲话间有一点就是断断续续哦，脑子有点转不动，请见谅。这里还有一根是 Kiss Me 的另外一款睫毛膏，刚刚那个是纤长版，这款呢是让睫毛看起来比较浓密的那种 Kiss Me，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一种睫毛膏，里面包装呢跟刚刚其实差不多的，除了它这个盖子这边有一点点渐变色，还蛮好看的。其他的这一管睫毛膏的样子就是跟纤长型是差不多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牙膏，这个是美白型的牙膏，跟刚刚是同一个牌子的，是小林制药的。这里有一根买东西送的一个角面膜的棒棒 ，APO 这个牌子的一个涂腋下的，让腋下比较亮、比较白的一个 Armpit Brightener。它每个东西寄过来都有这种塑封，就是再装上去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我要一个个拆。你看刚刚才涂的指甲，指甲都已经弄烂了。我想看一下它里面质地是什么样的，它是有颜色的呢，还是没有颜色的呢？我之前也有用过类似的产品嘛，就让下面比较这个腋下比较白的涂出来是这样子的。忽略刚刚这个这个是睫毛膏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突然间试在手上，后来我觉得哪有人试睫毛膏在手上，我就没有放在这个视频里了。好，它这个呢是这样子的质地，根本就涂不开耶。我感觉这个质地应该是洗澡的时候用，然后洗完的时候再把它一起洗掉这样。最后这一袋呢还剩2根口红，也是刚刚那个我念不清楚牌子的 APO 那个牌子的，也是属于刚刚像我嘴上涂的 Pony Effect 它们有一点 tint 那种效果的。它的外包装壳还蛮酷炫的，是这样子，背后是它的2个颜色，我比较喜欢左边，就是乍眼看上去这个跟刚刚 Pony Effect 比起来呢，我觉得它的质地会更加上色，更加 rich 那种感觉，是那种很闪很闪的，不像我现在这个是那种雾面的吧，这个是比较闪的那种。我比较喜欢这个颜色，是 RD003，试给大家看吧。好，这已经是我可以做到最好的，对，它有点染唇的那种。它是那种镜面感，然后很不显唇纹呢。上嘴事实上是没有刚刚在手上看起来那么显色的。唇上的显色程度跟 YSL 407那一系列比差不多吧，颜色还蛮好看的还蛮大气的一个颜色。只不过现在就是有点暗了，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快5点半了嘛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好的光线，你们可能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好看，但其实真人镜子上看上去就是很好看的一个颜色。我不太喜欢那种就特别闪的，它这个是那种正好的一个闪度。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件衣服吧，因为我有点冷。这个衣服我当时在那个网上看完蛮喜欢的，它是那个 CHUU 那个牌子 CHUU。如果你买过韩国的服饰什么的，你应该知道这个牌子，是那种比较平价的。然后它有些衣服就是还蛮可爱、很居家，或者说很轻松的吧。一个类型的都是 hoodie 或者是毛衣或者是 T 恤之类的。这一件呢是这样子，乍眼看上去好短哦，后面呢也是写着很大的
Strawberry Milk 这个牌子是有多爱这个草莓奶啊？它商标也是草莓。目测它应该是有点小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手臂很长。这衣服要洗了才能穿，它有一股味道。还好哎，不短的，你看我手都到这儿了。我买的好像是很大的一个 size，one size， 它是均码，我这样能穿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样，扁扁的、短短的一个 style， 后面是这样的，就有点太可爱了点。然后呢，我还买了一双袜子。为什么我要买袜子呢？就可能我坐月子实在是太无聊了，买了一些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啊。因为它袜子上有一个 corgi， 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买这个，我是要送给朋友的。他们家有一只那个小柯基嘛，它这个袜子很可爱的地方是它前面一边是corgi 的正脸，一边是它的屁股。corgi 我觉得是很像 soap， 就很像法斗的一种狗，它们都是腿很短，然后屁股很肥的那种。超级萌的。说到他们家的 corgi，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它了，因为我上次看它的时候，它还是半岁吧，好像。现在过去了，感觉过去了1年，我都没有看到它了。这里还有一件黄色的卫衣，哇，这衣服好大，竟然能套在这个衣服的外面。这衣服，这个是我给 Charlie 买的东西，就是 Charlie 现在每次出门嘛，跟打仗一样，就要带好多东西，他的 diaper， 他的口水巾好几条，他的衣服好几件，因为以防他出去以后把自己变了，把自己给尿了。所以这个呢是我当时去那个网上找了半天，唯一找到的那种算是母婴用品的。有宝宝了以后，我发现带宝宝的东西出去最好的是要有这种很多隔层的一个袋子，比如说它这边可以放1瓶奶这里可以放替换奶嘴。这边可以放它的什么口水巾好几条，这里面可以放一些剩下多余的奶呀，然后它的玩具安抚奶嘴啊，就是不拉不拉不拉一堆东西，应该还蛮实用的。因为现在 Charlie 的东西就是我一般带他出去是会背双肩包，或者是我让小石头背双肩包嘛，它里面东西就是有一点杂乱的，全部都堆在里面，因为毕竟一个背包你们懂的，它里面的那个夹层也不是很多。好，我非常的走题，我们继续聊下面的东西。这里还有一个 diaper bag， 我是买了多少个哦？就刚刚这个你看它有2个这个耳朵可以挂在婴儿车上的。我刚刚还在想这2个是什么东西，就它可以这样子挂着，这就还挺方便的了。颜色不一样而已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我就不给大家拆了。婴儿包嘛，没什么花样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也差不多了，目测时间，我觉得Charlie也差不多快醒了。我在视频最后想把刚刚的剩下的几支 Pony Effect 的 Lip Tint 给试一下。你听到 soap 的鼾声吗？我发现很不好的一点就是 Pony Effect 这个口红后面都不会写色号的，都是在它的外包装壳上有写。对啊，不写色号是怎么知道什么颜色？好了，以上呢就今天先给大家录的这个日韩网站到我们家开箱的上半部。下一次呢，我会分另外一天有太阳的一天给大家录下半部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支视频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频道呢，你可以点击视频的这里关注我。如果你想及时收到我们这个 channel 的提醒呢，你可以按我名字旁边有个小铃铛，这样的话只要我一更新，就会马上就收到提醒，就可以点进来看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。在视频最后想跟大家道个歉，就说今天视频如果节奏有点急的话，是因为要醒了，小恶魔要醒了。那以上呢就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